干式潜水衣具体如何使用？大家好，我是许涛，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海豚与兔子。我是海豚，你就是那只小兔子。上一期节目啊，我给大家介绍了干衣的基本的使用方法和为什么要去用它。这一期节目呢是这个教学系列的下集，我带大家一起去看在游泳池里面以及在湖里或者开放水域的海里啊，具体的要去练习哪一些技能。学习了这些技能以后呢，你才可以安全的使用干衣去寒冷的地方潜水。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水下摄影滤镜包啊，它可以帮你一键还原你水下精美的色彩。这个滤镜包呢，在我的网站上有销售，我在视频的下面放到我的这个网站的购买链接，希望大家喜欢。首先啊，我先带大家去一下这个潜店看一看我们在出发之前啊的一些这个准备工作。之后呢，我们去游泳池，再接下来我们到这个湖里面去看一看如何去使用、去学习这些技能啊。一大早我们就来到这个潜店，今天是去游泳池和这个湖里面啊去进行这个干衣的学习训练。这在新西兰啊，已经基本上进入冬天了。你看我们早上穿的都是厚厚的冲锋衣啊，温度只有几度，所以不穿干衣，这种天气你要出去潜水的话，一定冻死，一定玩不成。所以说，在新西兰你想要全年潜水啊，干衣技能是必备的。学习干衣的这个具体的实操技能啊，一般是需要3潜，在游泳池里把所有的技能都做一遍，你还需要在海里面啊，或者是湖里面把所有的技能呢再练习2潜这样的。来着，现在已经开始准备了。Start you. We're teaching today. Me? No, I'm not teaching. Not teaching. Social media. 多拿点备用铅块。这个干衣啊，你可能会发现你要用很多比以前啊更多的铅块，拿不够的话，你可能就潜不下去了。首先干衣啊，大家要明白，它比湿衣呢，它的体积要大很多。你里面有衬里，厚厚的衬里，对不对？然后呢，衬里它越厚，那么它才越保暖，就跟你穿羽绒服是一个道理。当然了，它的弊端就是它会带来相当大的浮力。所以新手去学习的时候啊，教练都会让你比原来的铅块至少要多拿1倍。你如果原来使用的，比如说是6公斤、8公斤的铅块，那么你如果刚刚开始使用干衣的时候呢，那请你再拿1倍的铅块啊。开始去做浮力测试的时候，跟湿衣是一样的，把干衣的气放空，在这里啊，把干衣的气全部放完，然后把 BCD 的气呢也放空，到最后呢，吸一口气。你应该是在飘在眼睛这个位置上。如果在游泳池里面你的浮力测得刚好，那么在海里面你至少还要再加2到3公斤啊。所以说你在潜的时候，随着你的这个熟悉程度的增加啊，你的这个铅块可能慢慢的会去降一点，但是也一定会比你的湿衣要用的多了，至少要多那么2、3公斤这样子。所以铅块它会多一些，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不然你是一定潜不下去的哦。然后在游泳池里面，老师会教你熟悉干衣的具体的使用方法。干衣跟湿衣最大的区别就是它需要打气和放气，所以这2个阀门的使用是非常关键的啊！我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啊。干衣打气的时候，无非就是这个阀门，这个阀门呢，它会接你的，就是你的低压管的其中的另外一根啊，连在这个地方。这个按钮呢，你按下去的时候啊，它就会给干衣打气了，对不对？就是这个按钮啊，按下去的时候啊。这里是接这个低压阀的这个管子的啊，放气的时候呢，就是胳膊上的这个阀门了。这是一个自动放气阀门啊，它的松紧是可以调的，全部旋开，它的气很容易就出去；全部都关死的话，那么它的气非常难的放出去。紧急的情况下去拍它，
只要它稍微有压力，它就会放气啊，所以这个是可以按下去的，明白了吧？这个只是调节它自动放气，所以在潜水的时候，如果要放气的话，基本上都是要么去拍它，要么把它打到比较松，或者说你用二头肌这样去夹它也是可以的啊，这个都没有问题。自动放气阀门，在游泳池里的时候啊，老师也会具体让你去熟悉这些阀门的使用啊，打气，哎，这样抬起来，胳膊放气，或者是放到最高点去拍它。或者是用二头肌去夹它，因为夹它的话，它也是给它一个这个压力，然后呢顺便啊就把它的气放掉。我个人喜欢的方法是用二头肌去夹它，因为我夹它的时候，我手还可以拿着 BCD 的这个管子，夹它放气的时候，我 BCD 的管子也是在最高处，同时把气放掉，这样子可以尽量的啊减少你往上冲，然后呢迅速的控制你的浮力啊，我比较喜欢这种方法。在游泳池里面啊，一个比较关键的技能就是，如果你的干衣，你打气的这一根连衣服的管子它卡住了，它不停的给你打气的话，你必须学会第一时间内能把这个管子断掉啊，不然的话你会跟气球一样，出一下就冲上去了。那么这样子一定会得潜水夫病，对不对？你可能会出事，严重的话会死。所以说，这个技能啊是必须熟练的。我跟大家先看一下，就是你这个一级头的原理啊。一级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近景啊。你看它能连5根管子，你的呼吸器，主呼吸器黑管子，副呼吸器是黄颜色的管子，这2个你看它都是连在这个一级头的另外一边的，因为这个是低压管啊，它的低压管，就是连着你所需要呼吸的这个气体的这个，对吧？这个压力跟周围是相同的。同样的，在它另外一边啊，还有2根管子。正常情况下，这根管子是连你的 BCD 的，对不对？而这一根管子呢，就是连你的干衣的了。这2根管子有什么区别？我们仔细来看一下。你看，连你 BCD 打气的这个管子，这个阀很小，对不对？而这个很大，很容易就拉回来。它设计的这个原理就是第一时间呢，要让你能断开。而连 BCD 的这个阀，你有没有记住？就是以前讲过，就是你要推进去。顶着它，然后你才能把它退出来，然后再拔掉，这个是很麻烦的。而干衣设计的这个是不需要顶进去的，你是直接一拉，瞬间就可以拔掉的啊。所以在水里面，如果快出事的情况下，如果这个管子在这个位置连着啊，这个手拔着它的同时夹着二头肌，然后就放气啊，非常快，一拔掉夹着二头肌，然后就放气，或者放到这上面，拿手直接去拍它。甚至你动作更快的话，拔掉的同时放气的同时拍着它，或者说是用二头肌夹着它，这个手顺便就拉着你的 BCD， 如果里面有气的话，把气也能放掉啊，这样能最大程度上最快的情况下不让你上升。如果你还往上冲，还没有办法怎么办？把干衣的领子拉开，让水灌进去，然后让气从它出去，或者是另外一个手拉这个手的是橡胶，把它放到最高点，让水灌进去，让气出去。无论如何，你都不可以让自己冲上去，因为冲上去是基本上是要出事的啊。所以这是必须学会的保命技能，明白了吧？拔管子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你就迅速把气放掉，这种方法夹它最快啊！拉着 BCD 把气放掉，或者拉领子，或者拉手这个橡胶环，让水灌进去都不要紧，但是你不可以直接上去，懂了吧？你看这个一级头，它还有另外的2根管子啊，你看是在下面这个地方，这个是高压管啊，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这个一个是连你的气压表的，所以你的潜水瓶里面是多少气压，它就显示多少气压。另外一个是电子传感器，是给你的电脑表显示的，所以这2个是高压阀啊，明白了吧？所以一般的一级头啊，现代化的一级头都有这么1、2、3、4、5、6个孔啊，一般是4个低压，2个高压孔啊，明白了？游泳池里面如何做你的这个中性浮力测试啊？你看这个老师做这个浮力测试的时候，他也是吸气，你看非常的慢，一吸然后飘起来一点，如果气不够的话，给 BCD 稍微打一点点气，然后就停了，你看到没有？所以说，你看它一吐气，让你慢一点，然后过一会儿呢，它慢慢的又可以下来。你看这个水非常浅，它不到这个1.5米，它基本上不上也不下啊。当然了，我再大家看另外一个影片的片段，就是如果啊你要做这个悬停的时候，你的这个幅度是什么样子啊？因为在这个干衣潜水课里面啊，还要有1分钟的这个悬停啊，叫做 hover。在11里面我们也学过，对不对？初级潜水课里也学过。我们来看这个托马斯这个教练啊，你看这个水它非常浅，不到1米。你看他的这个脚啊在后面翘着，它基本上离水底下就这么10厘米，也不会破水。基本上你看它也不会动，它指着你的脚告诉你，就是脚一定是不能冲上去的，气是不能到后面。你如果要到后面的话，你就冲上去了。那么接下来就是下一个技能，因为干衣里面有很多气嘛，你的气有可能在胸部，有可能在胳膊，也有可能在腿部。
尽量不要让去腿部，因为一去腿部你会是一个倒栽冲啊。那么腿一旦上去的话，你第一时间必须把气放出来。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放出来的话，非常危险，你有可能倒栽冲了就上去，因为你所有的出气孔都在下面，你的袖子、你的脖子、你的放气阀都在下面，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现在大家来看一看如何这种情况下迅速把气放出去。这个托马斯呢，他现在就是典型的倒栽冲，对不对？脚是冲上，你看他腿很厚，里面都是气。然后这种情况下，你需要迅速的能够学会把自己转一圈啊，转过来，同时你看他夹着他的二头肌，另外一个手拍着，让这个气迅速的放出去，要让它变成你的最高点。这样子呢，你才能控制住你的浮力。一般情况下，你要学会如何把身体里的这个肝液里的气啊运到身体和胳膊，而不是腿里面。如果到了腿里面，你要学会这样转一圈的同时啊，抱着腿转一圈，然后同时拍它啊，一定要迅速抬到上面，把气放掉。这样子呢，你才能控制好你的浮力。这个也是保命技能啊，这是肝衣最危险的一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牢记啊。那个节目最后啊，我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去这个奥克兰北岸有一个湖啊，叫做 Lake Pupukey， 这是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才去训练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常年的水都非常的浑浊，能见度伸手不见1米啊，这样子非常练胆子啊，所以平时不建议大家去，因为我们去就是带其他学生去训练的这个几天啊，所有的地方都是狂风暴雨，没有办法去海里，所以这个湖呢就是唯一可以去的地方。当然了，学生非常的少。它呢也贴得非常的近，在这个湖里面，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当时常年在这方都是如何这个恶劣环境下去训练的啊。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来这儿训练啊，因为这个地方海上天气再不好，这个地方都是风平浪静的。我们一会儿就从那儿下去。这个地方也叫鸭屎湖啊，因为这个地方夏天的时候有很多鸭子，然后在这里面拉屎，然后这帮水草狂长，所以能见度特别差，一般都是黑绿的啊。这里面今天下去应该也看不见什么东西，特别练胆子啊，这地方。Getting a bit cold, eh, down there? Sorry? Getting a little bit cold down there. Thank you for being my buddy. No worries. It was scary down there. So we dive here all the time, so we're near. Yeah. You wouldn't normally be here though. Nothing else to see. Yeah. 就是环境非常恶劣，但是练出来的学生啊都非常的棒，因为这种恶劣环境你都能控制住你的这个心理啊，不慌张，而且能够把所有的技能都做完的话，那么在比较能见度好的海域呢，去热带呢，那你更没有问题了。那么谢谢大家，如何使用干衣的下集，这一期节目呢就做到这里，希望这2期节目对大家对干衣啊有一个比较详细的了解啊，能够帮助到大家以后呢潜水多一个选项，去寒冷的地方呢也知道应该用什么。那么这样子你可以全天候潜水，去全球各个气候的地方潜水啊，包括以后想玩季潜啊、洞穴潜水或者深度沉船潜水、水下摄影呢，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点赞、留言、转发，然后呢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谢谢你，拜拜。